哎呦，晚安晚安，好久不见，呵呵呵，3天不见了，3天不见了，头香头香，呵呵呵，大家安安，大家安安，来啊，上来的朋友麻烦先点赞、转发、开启小铃铛，还好还好还好，今天中气比较足了，比较能够这样讲话，不然像这样讲话，前2天一直都好像中气不足，好像亏不搞了这样，今天还好，今天好很多了。休息3天了嘛，满血复活，满血复活。哎，气息没办，气息没办。这次哈，我是觉得了哈，我心里的一个疙瘩也算解掉了，因为我一直怕我心脏有问题嘛。我心脏开刀今年16年嘛，据我所知啦，这种心刀开这种心脏刀的人，大概十几年后还会再赌啦。大概一般来讲是8到15年了。我已经16年了，所以说我心里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压力的。不过现在事情把它解决掉就好了哈，处理好了就好了。所以说可能可以再陪各位再陪下一个15年，应该没有问题的，看样子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们这些国民党这些人啊，这些共产党这些人陪得紧吗？我就刚才死不去啊，我就刚你的死啊，我没死成就换你死了哈，共为。嗯，对啊对啊，减掉肚子脂肪，大家拢在讲了，我知了啊，这困难了，那减肚子好难哦，我知道我知道，那生我真的有硬钱，他说他好像说正面回应泽伦斯基嘛，然后说台湾会管制电，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了哈，不过我是觉得啦，你台湾现在是个大国，台湾不是小国，因为你台湾的晶片、你的电子零件卖给谁，就决定什么？决定这个你卖给他这个人、这个国家的强盛，未来是靠你的。所以台湾的每一个动作对这个世界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赖清德先生哈，你必须要什么主动积极。所以上一次因为高市早苗说要来帮我们嘛，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嘛，这件事情赖清德先生没有回应，我那个时候有点失望。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很希望赖清德总统能够硬起来，因为你台湾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是小国了。你不是小国，你不是说啊，我这小国家没有关系，跟我的态度没关系，我就可以什么，我就可以躲起来没有关系。但现在不是啊，你的态度决定这个世界的方向了。台湾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是吧？对，我们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把电子零件去卖给什么，卖给俄罗斯，那乌俄战争还有得打嘞？那泽连斯基不是吓死了吗？那战争不是又没了了吗？对不对？像中国这样子吧，伊朗本来不是已经没有网络了吗？那个谁，马斯克开了那个星链给他嘛，结果中国又把那个什么送了一部什么专门干扰星链的，就让他什么那个讯号发布出去，然后让什么让伊朗的什么神权政府开始屠杀嘛，听说屠杀了1-2万人。所以你说这些事情在战争当中，一般人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非常非常在意的嘛，因为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支持谁，这个战争是会转向的。所以他现在这样讲，我就觉得哈，我希望他能够占据舆论的高点。每一件事情我们要第一个反应，就算你不是第一个反应，你要第二个反应，你不能不反应。你不反应的话，你的什么？你台湾的价值显现不出来。我常常讲一句话哈，好学生最喜欢什么？好学生最喜欢考试。
你不考试你怎么知道我好学生？你不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满分？对不对？所以好学生喜欢考试嘛。我们台湾这种强国也是这样啊。世界上各国有状况，甚至有什么有战乱，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机会嘛。这个时候你是站在什么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你这个时候你就昭告天下嘛，让全世界知道台湾是一个能量很强大的国家，而且我们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个非常重要哦。这个世界上呢，一个这么重要的国家又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个对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你几次这样反应的话，我跟你讲，你每次这样讲的话，哈，真正我跟你讲，全世界就会觉得台湾是一个不得了的国家。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很多全世界已经开始认为台湾是个不得了的国家。台湾的晶片很厉害，台湾的什么苹果都台湾做的，以前欧洲人不知道台湾人说没有真的制造苹果是我们生产的，对，因为以欧洲现在怎么科技的荒漠来讲，其实他们觉得哇做苹果好厉害哦。其实现在苹果算什么啊？现在厉害的是黄仁勋了，现在厉害的是星链了，现在厉害的是什么 AI 了，是不是？可是我们永远走在什么？走在科技的尖端嘛。所以我常常讲啊，世界变到什么地方啊？你敢讲我厉害都我厉害，马斯克多高都多高了，王仁勋多高都多高了啊？什么 GPU 啦、CPU 啦、GPU 啦，现在有个 TPU 啦。我跟你讲，不管什么 U 啦哈，最后生产都是台湾生产。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你走到哪里啊，走到多强大，哪怕你上了太空，上了火星，我告诉你还是要台湾的零件嘛。但是我们知道啊，不要说什么世界很多人不知道，连我们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好不好？就连那些蓝营的人、蓝白的人，很多他们没感觉，他们知道说台积电很厉害，但是不知道厉害在哪里，因为这些人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理工科的嘛，不是理工科的，他说哎呦听说台积电真高了，听说台积电很厉害了啊，怎么厉害？厉害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说，我刚讲了，我们讲一万天啊，还不如你赖清德先生讲一次啊，因为你是总统嘛，你有那个高度嘛，你讲的话，全世界都相信嘛，是不是？那我们讲的话，我们是在做普及，我们在知识科技的普及嘛。其实我们讲了很多了哈，但是嘛，因为我们市井小民嘛，所以能够让人家相信的让他相信的有限了，所以要不停的讲。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赖清德最近他强硬起来，其实跟什么？跟 AIT 有关系啦。AIT 你看他现在开始，这不是约谈了，现在在恐吓你不快啊 ？AIT 在恐吓了，他说你们就是什么？所以你们这蓝白就是什么台湾的什么台湾的对立面呢？他们的敌人啦，也要用敌人可以用对立面讲哦。你鼓励人这样讲，选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又挡了那个党和国有国防预算嘛，鼓励人这样讲很重哦，各位。所以一个想啊，赖士葆不是说没有了，我们没有挡了，会惊不？会惊。其实现在可能最痛苦的是这些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拿了中国很多钱。这个重要关头，如果他没有去挡的话，中国会不会找他算账？他会害怕，你惊没？他害怕，中国如果不爽的话，把我们这些全部爆出来。哪一天中国讲说啊，你这点废物哈，我养你那么久，给你那么多钱，养那么久，一点效果都没有。关键时刻你们还是给我掉链子啊！干脆我他妈的给你们爆出来，给你们这些干嘛？跟中国的关系，而且你想想看哦，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开始嘛，可能赖清德开始断了这些人的什么的金流啊，包括那个陈志那个也是金流之一哦。断了这个金流之后，你就会发现，亲共挺共者他们有一点什么，有一点惶惶不安，得没钱。第二，他怎么办？他没有拿到钱，但是他要不要继续挺呢？他要不要继续挺共匪呢？不挺的话，人家刚以前呢就来就正。来翻旧账，挺的话他觉得很不甘心啊！我要没拿他钱，我挺他干什么呢？所以你会觉得开始乱了，开始内乱了。你不看爸呆，他已经有点后悔了。哎，我后悔，我挺错人了
哎，我如果有钱，我绝对不会去中国带货啦。哎，意思说，塞奶啊，那个叫塞奶，你懂不懂？像那个安排啊，你们不要再打我了啦，我都真正没钱哦，就是因为穷我才去中国带货啊。我跟各位讲哦，其实不应该去讲那些事啊，这妈的冒带是不应该讲，没什么好讲。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这一次去中国带货，我跟你保证他没有赚到钱。我已经讲过哈，我已经讲过，以前中国是什么？中国的就什么传统市场，就一般的什么一般的商店被网络打趴了嘛。现在网络自己都趴掉了，你知道吗？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到连网络都趴掉了。我也讲过，我之前在中国我也做过网店嘛。我做衫嘛，我在网络上做衣服卖衣服嘛，一天可以卖2万多人民币，大概十几万台币哦。可是最后还是亏钱嘛，因为退货。所以说，马尔代这个听讲哦，旺旺给他准备了1亿元的货哦，卖了很多，真的卖了1、2亿人民币哦。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至少退货至少在60%。我跟你，他们什么叫60%？一般人看电视，哎呦，这个女生穿这个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才20几块人民币而已。但我买了，冲动消费，拿回来一穿，我靠，衣服是漂亮了，我身材就不漂亮。他叫什么？他给你退嘛。这种退货的比例都有5成到6成。骂呆这个是什么？因为中国是什么？中国是通告全国要多多给骂呆捧场。中国政府有这种说法，所以很多人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下订单是什么？是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他一定会退货。所以我跟你讲，骂呆的退货率绝对超过7成到8成。我跟你讲，他不但不赚钱，甚至会亏死，因为什么？来回的运费要算他的，来回运费算他的。我就问你了，吃的东西快递寄回去，寄过给人家再回来，这个货还有没有用？没人要呀啦！吃的东西，而且那个什么吃的东西，你就寄到快递，他妈折腾2次，一去一回，这个东西大概都不能吃了，所以损失惨重。包括我知道蔡衍明这一次嘛，损失惨重，蔡衍明给他准备了1、2亿的货呢，人民币哦。但是我可以跟你讲，马来为什么他现在愁容满面？他一直说没有啦，就还没有结算啦，不要紧啦，他确实没有那么快。那个要3个月以后才能结算，因为还要算退货率嘛。就恐怖，来回退货的运费是你要出诶。你来跟我8成退货，才等于卖2成，再加上什么？加上退货来回的那个运费，我跟你讲也撩细，这个他要亏死。当然亏不是他亏啦，是他们那个代理公司亏嘛。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去中国了，因为什么？这一次确实弄到就秋掉了，但是最后谁都没赚到钱，甚至那个代理公司跟跟旺旺可能都亏了很多钱。那从此骂呆就什么没有号召力了。骂呆现在担心的时候，这一次如果不赚，他自己不赚钱，他也许他觉得无所谓哦。跟他合作的人没有赚到钱，完蛋了，他再也不会有人找他了。然后呢，台湾他也垮掉，而且他一关进去关于不管是2年3年啊，这个人再出来的时候，时已过境已迁，然后什么？时过境迁的代志就是这样，过去就过去啊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人会等你说3年后4年后你重新出狱的时候，人家再重新捧你，没有那种事。社会就是这样，政治人物啦，甚至说这公众人物啦，不要就算明星都这样，何况他不是明星，所以我是预估他会很惨的这当然讲他是好啊，大家送人了，不然其实那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不愿意去讲他，我觉得很丢脸呢。我每次讲他我就改丢，你知道吗？咱一个好的人去讲一只低要怎样子？我们好的人去讲那只猪干什么？我就觉得恶心，觉得丢脸但是我把事实跟各位讲了，中国就是这样。我说自愿买的人自愿买的冲动消费都有6成的退货率了，这块是捧场的啦。这种是捧场，因为中央下令嘛，很多人都要尽量跟他买货了。这种被逼的一定退货率更高。
所以我给它增加2成而已哦，我也没有这样多哦，6成加2成才8成哦。8成啊，因为8成退后率就死啊啦，他不但不赚1毛钱，而且亏了有够多啦。来回的运费你看没？而且重点是这些货哈报销了，报废了，上出去，上等还人压成怎么样了哈？那个送给人都没人要，你去卖给谁？我就问你，旺个收等啊，收等去重置是不是？所以说哈，直接讲到低了，这真的是报应来的很快。所以说，我觉得人真的哈，妈在真的人真的爱做好事啊，真的不要这样搞啊，安尼不仅这样也是会把你自己搞死，好不好？哈，Cody 蔡 Cody 嘛哈，30块懂，谢谢。一个网民有创意说，如果台湾主动向川普说要缴交10亿美元，加入川普成立的和平理事国，看川普如何回应台湾，他百分之这个这个什么和平理事国是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的 TPP 嘛，早期奥巴马的 TPP， 后面什么？后面拜登的 TPP 吧，同样的一个道理啦。只是川普上来就故意我就不愿意跟你做这些，但是他现在重新弄的还是一样，不过他多了一个收费了。TPP 或者是和平理事国，主要诉求必须要什么民选政府的国家才能够加入，就是说要有人权的国家才加入。当时搞这个东西就是要取代什么 WTO 嘛，要什么？因为 WTO 让中国进去之后没有退出机制，所以中国在 WTO 可以一直要在 WTO 不能把它踢走嘛。那不能踢走我就不要，我就重新再创造一个嘛。所以这个 TPP 就是和平理事国绝对不会让中国进去，因为就是为了防堵你嘛。那台湾是一定会进去的啊，这个不用说啦，台湾是必然啊。我就很简单嘛，我来新者说，那明天不让我进去，你们不让我进去，完了我就不来给我买晶片哈。不让我进去的话哈，他妈每个人卖给你们晶片，我给你涨2倍，好吗？台湾是有筹码的，我一开始就在讲我们的筹码很强，所以川普一定会给我们我那时候讲10到15%哦。我跟你讲，我们的关税应该是10到15%，结果是15%，没有错哈，记得吗？赵尚刚一定是讲32%哦，对吧？因为他们唱衰台湾说我们32%，你去把节目找出来，我最早讲10到15%的嘛，这个有什么奇怪？这又不是我厉害是吧？那本来就这样，因为台湾的晶片在这里呀，台湾的晶片优势可以抵过一切嘛，所以这个东西啦，台湾交10亿美元不是问题啦。但是你谁敢说不让台湾进去，我就制裁他嘛。我现在可以制裁人家，你知道？台湾现在是可以制裁人家了，弄清楚，让自己爱怎样，让我记得这宰掉，所以不要再像什么，再像小媳妇一样，跟他每天被人家糟蹋一样哈。那基本上也当糟蹋别人了。我现在可以糟蹋你了，不是你来糟蹋我，弄清楚哈。所以赖清德先生，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开头开得很好。也是说，美国给你的底气，鼓励人给你的底气。现在什么？美国要自然摆了嘛？这个时候你再不出来哈，真的有一点太那个了哈。你现在再不展示强势，连美国都会放弃你。我真跟你讲，这个代志，美国来了很多人哦。我等下跟你听王定宇讲，不是我讲，我不要搞了。王定宇不是讲吗？王定宇讲了吗？他这2天都在接待这些人了。因为他是国防跟那个什么的国防外交的委员会的嘛，所以表示什么？美国这个真的是吧？可以摊牌啦！我跟各位讲，美国跟蓝白摊牌，蓝白也没有可能敢不敢抗拒，敢不敢抗拒就看谁，敢不敢抗拒要看美国到底施加多少压力。但是我看。以这一次这个两届板谁这个态势出来，美国是在跟你玩真的，因为不行嘛。当然了，其实400亿美元真的不算什么，在美国来讲不算什么，可是这个影响台湾未来什么所有的走势嘛。你如果自己都不买武器，不保护自己的话，美国人民会讲话的
啊，逮完嘛自己要买武器，他都不愿编列，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是因为被什么被蓝白乱搞了。美国说啊，我们保护台湾保了那么多年了，他们连武器都不愿意买，你看我们要卖他们，他们连预算都编不出来啊。这个真的会很跨水小，你知道这个会跨水小，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乐观嘛，列记喂，我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我说啊这边缓乐啦，预算。1.25兆利率算过不去，不用烦恼，美国会出手的嘛，对吧？美国出去嘛，美国不要以为美国是要赚你这个钱，400亿美元在美国军工武器来讲，真的不算什么大笔的单哦，不算。但是呢，因为美国本来就要保护你啊，美国一定要保护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风险嘛。我既然是要保护你，我当然就要用你自己来用自己花钱买武器，对我美国是最好的嘛。所以说，美国在这个时候，他怎么等于他的国家利益跟全世界利益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一直都不用太担心了哈。有两个出去了，有人会出手，而且蓝白他不可能抗拒到底。你发现没有？所有政治人物都知道台湾是美国的，凭什么？不然凭什么？我不是前几天做一集节目讲这个吗？为什么苦力人可以把这些党预算的叫去训话？凭什么？因为老辈哦，对吧？我就是你老辈啊，他就是摆明这个态度。其实政治人物都懂，但是他们不愿意讲，因为他们要在这个中华民国的框架之下，继续什么享受他们既得利益者嘛。如果他像我们这样讲，台湾是属于美国的，那中华民国框架可能就要打破。那他们到时候我们讲属于美国之后，我们可能就重新开始什么，开始地方选举嘛。所以这些既得利益者好不容易得到位置，他们不愿意再被什么，再被重新再洗牌一次嘛。所以说我们在讲哦，为什么这些50都没有人讲，这么多年没有人讲，有人讲了，但是声量不大。这次我们整个把它撑开来之后，那这个大面积给供了去了哈。海外的海西已经烧起来了，各位，海外已经烧起来，你们去看，我们朋友哈，我们党员很多人都把它发到什么，发到川普的出social嘛，然后呢，川普的 X 频道嘛哈，大量去发，很多人大量，我们已经很多我们很多党员英文很厉害，你知道吗？他们已经我要求他们要大量去发嘛，所以已经慢慢的从海外又烧回来了哦。这个代志有可能从海外烧回来哦，因为海外已经很多人开始在看这些东西了。还有那个斯坦不是他也在美国访问了几个，这些都是有人在注意我们嘛。而台湾呢，台湾内部也开始动起来了哦。从哪里开出来呢？哈，从张亚中不是骂我吗？然后现在民进党跳出来了，有几个跳出来了哈，比如说那一天讲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李正浩嘛哈，卓冠廷嘛，然后这两天比较小的，就是说那个什么讲军事评论那个诸葛什么我不知道了，忘了。他之前我们在大罢免的时候，他也来跟我一起嘛。他在他的频道讲什么？封杀我的频道，诸葛风云对了，封杀我们51州的频道。他公开他的频道讲哦。然后我们台中市长的候选人叫谁？何新存也在他们的那个频道我都有截图哦，我都有截图。开始什么封杀我们51州廖金章的51州的什么所有节目嘛？开戏了哦，开始很多人开始在弄这个，而这个事情呢，好像民进党打我们还是比较多啊。没有不要紧啊，我不想跟他们吵架哈，因为干吵架没什么意思了。我只是跟你讲啊，如果啦有一天啦，你投资一家股票公司啦，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做的不好，比如说我卖场投资，我跟我朋友投资一家公司啦，然后本来这家公司很赚钱，可是现在换了一个总经理，他做的不是很好，我不满意呢，我想把他换下来，可是我跟这总经理交情很好，我又不敢我又不好意思把他换下来，然后我就想一个办法，
有人讲说不要紧啦，好做看嘛，我好，那好做看嘛没有关系，让他做做看嘛哈。以我的个性是把他换下来啊，那我在我的公司，我跟你讲，总经理做不好，一定是把他换掉了，换总经理跟他换什么一样哈。但是呢，因为台湾人比较厚道，台湾人愿意再给赖清德一个机会，好，你们愿意这样，我也同意哦哈。但是我的个性我比较积极，所以我就另外成立一家公司。我没有说要把你赖清德换下来，我没有说要把总经理换下来哦，这已经违反我的个性了。我是说，那我就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哦。哎，阿你嘛不用的哦，阿你嘛不用的哦。我说，既然我已经闪躲到这个程度了，我已经避免跟民进党冲突，闪躲到这个程度了，我都没有说要把你拉下台哦。我觉得好，你总经做不好，不要紧，我另外成立一家公司，我眼不见心不烦。安尼会使喎，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民进党恁就想二把，你们就在二把了，好不好？所以过来产无高水无老哈，产无高水嘛，我不会再讲你们了，因为我们这个政党，我觉得我们自己政党真的有发展，因为我们创造了很大的声量。我们的党还没有成立，各位你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不能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网站那些都还不能做，因为党还没有成立嘛，所以我现在只在我的频道讲而已。未来我们的什么，我们要凭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网站嘛，我们党的网站嘛，然后我们要什么，我们的账户可以募款，然后有了款之后可以做很多事嘛，我们甚至可以全国巡回演讲嘛，然后我们可以创造声量，那个都是党成立之后才做，现在还没有办法哦，不是我们不做哦。你搞清楚哦，我只是还没有做，因为我党还没有成立哦。我们现在那个群叫筹备群哦，我们现在筹备群就已经很多人跳出来了哦，大概很多按赖不是跳出来了哦，所以这表示你做对了嘛，你这条路你走对了嘛，才有那么多人如鲠在喉嘛，芒刺在背如鲠在喉，真正足多啊！你讲何心存啊，何心存。他封杀我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封杀我啦。这个人哦，我实在很想说他很好笑的一个人。问何金城，你要选市长，你才刚刚决定了吗？应该不是嘛？你看很久以前就知道你要选市长了嘛？那为什么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做宣传？你的空战在哪里？哈，表示你没能力做空战了。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家我们兄弟姐妹这么多哦，我们台中，我打电话家中，我那问了几个我们家族人，我说何庆存是谁？不在啊，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你要选起定，你多久以前决定了？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做造势？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宣传？你的能量还不如我嘞，你还来封杀我嘞，就死人哎！你别让我求啊，哈，你不要让我笑你好不好？你来封杀我干嘛？第一，我又没有跟你参选；第二，你的声量还没有我大嘞。我说空战了，空战你的声量没有我大。当然，你们这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你们的陆战很强啊，他们的陆战一定是很强啊，他才敢选市长。但是说难听一点，你的空战都还没有我的声量，是不是？啊，我们在讲，你好像昨天才决定要选市长一样。那你这几年来为什么不去经营空战呢？你没有能力经营了，对吧？是你来惹我的，我这个人都是这样，各位。我常常讲那个港人哦，你两皮夹拜。我跟各位讲，我有一个习惯，我不主动去什么去找人麻烦，但是谁敢找我麻烦，我的反击会很用力，而且会让你锥心刺骨的痛。我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我不会无缘无故去找人家麻烦，但是你也不要来找我麻烦，好不好？你找我麻烦，你不一定够我打。真讲，我不骗你。我最近很多事情都是点到为止哦，我没有展开来讲哦，我点到为止哦。你要不让我展开来讲，我应该有能力把你拉下台哦。我跟你讲，我应该可以让你做那关键选不上那个点我跟你讲。当然我没有必要这样子啦，毕竟哦，再怎么样，虽然我不是讨厌你啊，何清楚我不讨厌你，因为我不认识你，好不好？
我对你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没有什么讨厌跟不讨厌、喜不喜欢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来惹我，好不好？当然你也不是惹我啦，就是在那个我有截图嘛，在那个频道里面他就什么，就说下令不要让我51周的东西不能在他那边抛进去嘛，这个就已经是恶意了哈，很恶意了哈，但是到此为止，好不好？不要再来惹我了，因为我觉得你惹不起我，真正你撩我，你也撩不起，哈，好不好？搞清楚一点，好不好？哈，较精讲的，好不好？要选市长有人较精讲的，好不好？大使挺好久没看到人了。大使挺30块懂，谢谢。赖清德总统台湾主权意向向下扎根，民间台语歌曲向日本和美国推广。某天，美国纽约百老汇出现台语歌剧，并不奇怪。好啊。对啦，其实绿就是这样啦。绿他现在如果我是感觉了，民进党里如果没有一个决心，没有要做这个改变，没有下最大决心，生死存亡做一个决心，你外面外口你后以后无路通行。你一个以前是台独党纲的一个政党，现在在中华民国的外衣之下，中华民国的羽翼之下，你能做什么？我问你越来越四不像了，各位啊！你不是要台独啊？怎么还在讲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什么？就是流亡政权，中华民国就是什么？外来政权是流亡政权，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守着这个东西，你自己都会感觉名不正言不顺。时间长了之后再有一个政党，比如说我们台美党，我们以亲美以跟美国建立关系，建立什么外交关系，或是入美一周为诉求的话，加上我们做内部的什么真正的什么脱掉中华民国外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时间，你给我时间耕耘，我告诉你，民进党你的什么，你的正当性会被我抢走。民进党你反共你反共这一点做得很漂亮，因为你抢了国民党的反共立场，所以国民党会死啊。国民党然后加上国民党现在被什么被 AIT 这样搞下去，国民党会没有啦。所以民进党你也做对一件事，就是抢了什么国民党的反共的大旗，可是你把台独的大旗丢了，你把亲美的大旗丢了，我来抢啊，换我来抢啊，就这么简单啊。我一开始我要成立政党的时候，我是讲一句话，加入美国这件事情，如果赖清德先生你愿意主导的话，我政党就不组了。结果你们不是不组，你们没有什么，没有来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嘛，反而是用打压我的态度。我这个很奇怪，我被打越打越强。我目标啊，我那个精神都来了，好不好？所以我现在精神就来了哈。所以说，你的立场，你的立场决定你到底举什么大旗？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我很想问民进党先生们，你民进党现在还有人有能力讲论述吗？民进党现在还有谁有能力讲论述？我想请教你，你们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中华民国美国早就不承认中华民国了，对不对？所以美国现在跟台湾讲什么？讲建交哦。美国可能最近会跟台湾建交哦，所有人都在讲建交，没有人在讲复交哦。建交就是跟台湾国建交哦，复交就是跟中华民国复交哦。但是美国没有人在讲复交哦，美国在讲建交哦。我就问你啦，这个事情，如果美国真的决定这样做了，你民进党怎么办？民进党你有想到不？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美国是有可能把你什么，直接把你的合法性给掐死对吧？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也在跟我们一起来什么推动什么加入美国51周亲美，我们用什么
共和党这种立场，右派立场，我们一个右派的政党，你如果也来抢我们的，你很聪明嘛，你抢了国民党的反共，你可以抢我们亲美啊，我接受我可以接受，你知道吗？真讲哦，如果你民进党来专心来做这件事情哦，我可以接受啊，因为我省的这么辛苦啊，我这款人啊，我这种人是吗？是一个喜欢什么懒散的人，我是被逼的好吧？是你们把我逼出来的啊，你们把我逼到台湾现在左到这个程度啊，我都没有想到台湾民进党为什么左派走到这个程度，走到台湾我们民间必须要跳出来组一个右派政党是不是这样讲？那毕竟如果你们愿意走这一条路的话，你可以抢我的路啊，抢我的路线我愿意的啊，因为毕竟你是执政党，你做这个事做起来很简单啦，你执政党明天直接跟川普讲说，哎呦，干脆这样啦，不然这样啦，我维基你把我纳入你的51州啦，先不要什么格陵兰啦，哎呀，不要什么加拿大啦，我台湾给你啦，可不可行？那因为你们都主张这个东西比我效果好100倍啊！我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好，不一定要是我做，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我党主席让出去就是这样啊。我是个创党人，我把党主席让出去的意思是什么？只要谁的能量比我强，我就请他让我请他来帮我们主持这个大局嘛。我们的大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合作会未来会有能量出来的嘛。而且你们发现我啦、大使啦，还有秘书长，我们3个人是什么？很和谐的什么3个条案嘛。我们这3个条案是绝对不会吵架哈，而且有什么事情都直接讲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为这个国家的人，没有谁想什么，没有谁想说，哎呦，我要从中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各位啊，我从喊组党到现在才几个月，你平常先讲啦，2个月，我说要组党，现在2个月，现在已经组起来了。为什么？我们政党每个人都什么用尽所有力量啊，每个人都全心全意来做嘛。而且我秘书长跟那个郭大使，我们3个人，个人做个人的事情啊，工作分配的很清楚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赶快去做，尤其是秘书长最辛苦嘛，整个政党的筹备都他嘛，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什么，我的宣传嘛。所以我们可以那么快就做到这个程度哦，各位那是不简单的。所以未来你们看我们这个模式运作下去，我是认为会非常的有能量，因为什么？我们都在做对的事情，就嘴进动，最后都在内耗，你不觉得吗？现在国民党嘛，现在民进党起码在内耗啊嘞，国民党是内耗的最厉害了，当然最厉害的是民众党，那人都已经在内耗了。所以我说那些政党都没有用，那没啥小老赢，你听到吗？我们这种蓝白是在这几年内大概就会消失在台湾政坛了啦，它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是民进党好像也有这个味道哦，所以我说民进党你抢了国民党的反共是很聪明啊，可是你呢？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你告诉我，你从来不给人远景啊，你还在用中华民国嘛？所以你一直在什么自欺欺人。但是事实上，美国可能都不让你自欺欺人哦。美国现在有可能跟台湾建交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过，美国跟台湾建交要跟谁建交？跟台湾国还是跟中华民国？我跟佛摩萨，我跟台美党建交，对吧？你们真的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吗？各位，所以我说，民进党你们到底还有没有理论大师？你们如果还有理论大师，请出来大家聊一聊嘛。我在替你找出问题哦，我替你找出问题。如果你现在来得及改变的话也许我跟你讲，我都会再挺你回去。我只是想把这些事做好，我没有要自己得到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是浮云，你知道吗？其实我没有很想啊，我没有很想要说什么让自己什么未来怎样呢？我这方面真的不是太积极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把所有立场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民进党的人，你们没有理由再打击我了这2天你看我的订阅数直接成881了，你看到没有？
这一个月这一个月少了1000多位，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月要增加1、2千人嘛，这个月到今天只增加100多人，为什么？本来增加了1000，一直掉，一直退嘛，就是说现在是退的比加的多嘛，所以现在本来882几嘛，现在变81多少，817几嘛，少到1000多个了嘛。但没关系啊，我一开始就说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我拼着嘛，少掉1半订阅户的那个什么的危机，我都要跟你干到底嘛，对不对？但还好啦，各位对我还很善良了，才少了1000多个而已啦，没有少了几万个了啊！换的真正目屎流你这样，但是我就说，我还是要跟这些台派人喊话啦，不要把我当敌人啦，不要把我当敌人，我只是看不惯民进党这么不作为，所以我想要自己再成立一家公司。我没有把你总经理换下来，因为这间公司我也股东呢，对不对？中华对吧？但台湾讲啊，对吧？你们民进党执政这个国家，进公司我也股东哎，我们是可以把你换下来的呢。不然这中间换掉，但是我们想说算了为了和谐，我们自己再成立一家公司，安内还不好，你忍心还骂我？你现在死了，这没良心了，知道是吧？但是其实我也不在乎啦，说真心话，心肝会痛一下，听一下，这就过去了，痛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起码我满血复活，我对我身体的疑虑了我今天已经解除掉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那个心导管一检查，我换了那个，我是什么？人家是用动脉用静脉，我是用手上这个动脉，因为我做的时候才48岁嘛，我17年前、16年前做嘛，所以我还年轻，做的时候他用手上动脉嘛，然后心导管一说，哎呦，你这个三根动脉，心脏上还很漂亮哦。那是原本那个旧的那个有一点恶化，但是你换进是3根动脉还是漂亮的所以说动脉跟静脉还是不一样的至少我比较放心了对，人家讲3000万台币的3000万台币都700万美金呢，700万美金23条的美金呢，如果要买台湾，它要23兆美金呢。我跟你讲了，23兆美金，川普也拿了出来。我是不是讲过很多次啦？他现在是38兆美金的国债跟什么100兆国债对美国有差吗？重点是什么？台湾的晶片让它更加巩固它的美元霸权嘛。只要它美元霸权是巩固的，那个100兆跟50兆有差吗？这些东西很多人可能脑袋转不过来，我就问你了。38兆的公债欠谁？我问你啊，美国欠了38兆公债，对，欠借了38兆的公债欠谁？欠谁？那公债一般还是不是人民买掉了嘛？民间买掉，要不然就是他的盟国买掉了嘛？既然买掉就好了虎虎的顶来是安怎？只要不要再伤害这个世界的经济，让这个世界能够活下去。这不虎虎的顶来啊！谁损失谁赚到？没有人损失，没有人赚到，不虎虎的顶来懂吗？就是这样所以3000万台币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台湾，你看川普了对格陵兰这样的，你看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什么筹码，然后把你们欧洲最好笑的，欧洲这些国家，所以说我跟你讲啦，你欧洲的国力衰退就是衰退啊，买个 gay 啦，你衰退就衰退了，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没有影响力嘛。你们派的8国联军，笑死人！德国派15个，法国派12个，其他人派1个，然后德国去喊着，川普喊讲。你们再不我一个人给你磕10%的关税，6月前再不搞定的话，一个人再磕25%的关税，德国马上撤军，15个撤军。那我问你，他们
不觉得这很丢脸吗？这儿戏嘛，这才是啥？心有余而力不足。欧盟就说：“哦，你这样不行哎，你川普那种北约国家呢？你这样搞了，我们欧盟还有面子，还有办法生存吗？对吧？川普说我不惜战啊，我不用战了，我甚至我都不用战了，我再跟你打关税战就好了，你们各个给我趴下去嘛，对吧？现在你们的什么国际竞争力都不如亚洲了，好不好？欧洲你在人哦，你们这些文明古国啊，你们这些列强啊。”你们已经求掉一个世纪多了哈，你们求掉100多年了哈，你求掉100几年啊，不敢200年啊，差不多该换人了。而你们真的，因为你们自己的太极左交左到他妈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了。我已经讲过，之前讲过了嘛，穆斯林的移民，我跟你讲，欧洲这些国家现在没有能力处理啦，各位，他们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没有能力处理的境界了。我就问你，他怎么处理嘛？你给他讲，他帮他处理嘛？哈，把穆斯林赶走，哦，因老在掉那走，因就不晓得左交啊，对吧？但是你看哦，现在不刚是穆斯林呢，还有印度人呢，基本上印度人印度人比穆斯林还可怕，我跟你讲，印度人是可以抢占你们国家的什么软体工业的，好不好？然后呢？英国那个首相不是怎么讲？印度人，印度裔耶。这种事情再这样继续下去，你这民主国家，你拿什么跟这些人对抗？你们怎么跟穆斯林对抗？怎么跟印度人对抗？还有一个蝗虫叫中国人呢，哈！你们这些老牌国家，真的这几年内会被蝗虫给啃光了，我跟你讲。但是美国就是厉害，他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国家会出一个川普这样的人，力挽狂澜。所以台湾这时候要跟着川普的脚步，我们台湾也有我们这一群人哈，我们也要力挽狂澜，不要让台湾人跟那些什么欧洲那些左交一样，台湾跟左交是一模一样的哦。我跟你讲，民进党那个左到什么程度，你们应该知道哈。他们已经左到不伦不类了的嘛。还有什么？那不是说什么？现在厕所不分男女啦，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突然不分男女？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我快笑死了。我台湾是要弄嘞，他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个你不要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极左交的精神已经发挥到极致了。如果没有人出来挽救这个国家，民进党本身他跟什么？跟北欧那些国家一样。只能越来越左，他也没有能力自救了。左这种东西哦，就像吃吗啡，你知道吗？刚才讲到的，你讲戒不掉。每个人都在装圣女啊，装圣母啊，哦，越装圣母越像啊，是吧？那么人权啊，是吧？对不对？像这两天那个什么杀了他父母那个会死联盟又跳出来，我看人家会死联盟，我真的是要甲我嘴巴要甲显了，你知道不？刚刚把他们父母刚杀掉被抓到的人，他们会死联盟再跳出来帮他讲话了，你知道？你说这样的一个群体啦，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保护加害人的人权？那被害人的人权怎么办？被害人不止人权呢，被害人这个家族会被你陪葬进去。你想想看哦，如果被害人的家属看到那个加害人还这样，我们还要花什么国家的经费去养他，在监狱里面，那个被害人家属怎么活？谁来安慰他们？所以说这些左交这些人哦，左交到极致就会做出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出来。所以台湾很多人讲说你不要再讲那个废死联盟了啦。他说这个东西政府很难做啦，因为你只要枪毙一个人哦，人权协会就会整个涌过来。我说阿公，你怕他吗？我讲就你怕他吗？人权协会怎么了？人权协会有什么？人权协会什么？他掌握了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他掌握什么？他掌握什么？他掌握世界贸易吗？掌握武器？掌握科技吗？我鸟你！我不是太小耶，对吧？我的国家，我照我的国家法律，该枪毙就枪毙，跟你
人权联盟有什么关系？而且你人权联盟你还有能量吗？你来讲以前的哈，哦呦，以前那个欧洲那些强大的列强了哈，他们要来打压你，然后我们以前那就像那小朋友很怕 gay 哈，那个也就罢了。现在谁敢动你？我就问你啊，台湾的政府，你现在只要你强大起来，你撤小一的功效，那我那个好等你听好不？哦，我们国家内政不需要你来管，况且你拿什么来跟我交换？你有什么筹码？你有什么牌？怎么川普讲？你有什么牌？你有牌不？你有没有牌跟我谈啦？你连跟我牌的谈都没有，你是在攻杀小了，臭死人啊！如果连人权团体的压力都挡不住的话，你是不是执政什么呢？不如我们来执政好不好？啊，我们另外成立一家公司了嘞。问台澎党，台美党啊，我们台美党已经虽然还没有成立了，但是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对吧？蠢蠢欲动啊，不然呢，我来往后面大家交换一下身份嘛。我试着我们团队人才济济，我跟你讲，我们团队人才济济，我们团队有很多，我们第一次开那个创党大会的时候，美国回来的5、6个教授啊，都是很好大学的教授，不是一般差的哦，回来了5、6个，专程来参加我们台美党。你想想看，我们才开一次筹备会，就收了150几个身份证，谁有那么厉害？你告诉我，你讲给我听。哪一个成立的政党都要筹备1、2年呢？因为为什么？一家去跟人家收那个什么100张身份证呢？我们一次开个会全部来了，哇靠，超过50%，超过50%，这就是能量。能量从哪里来？你做对的事情嘛，不是我练上有多厉害哈，我练上常常我嘛定做在突车的代志哈，但是你只要做对的事情，它能量就会出来。嘿嘿，这个所以你怎么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功？你就看这些事情，你一喊出去的时候哈，有多少人响应嘛？那你就知道你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了，好不好？有没有念的那个啊？有 Sky 澳币2.99，2.99。今天美国媒体说，川普要给格陵兰一人发100万美金，开始会有台湾人心动。我觉得，但我认为川普目前不想，不是不想，还没有轮到你。我已经讲过了哈，川普要拿台湾，前提要先把中国给彻底的嘛按下去嘛，跟中国起啊斗哈，川普能拿台湾才没有阻力嘛。他是双向奔赴啊，他压制中国也在压嘛，然后呢，他真的会给台湾哦，真的会给台湾。我觉得一个人10万，我已经算过了，一个人10万没有什么问题哦。一人10万美金，一人315万，对川普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2兆多而已嘛，2兆多美元。哎呦，黄仁勋的市值就我挑啊嘞，黄仁勋市值就5兆美元了呢。那我们呢给台湾2兆多算什么？而且那么几年就赚回来了嘛？哎，你投资一个东西几年就赚回来的东西，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是吧？你光换一个台积电回来，你就有好啊了。况且我们不是卖给他各位，我们讲这个事不是把台湾卖给川普的，哈。如果他给我一人10万补偿会，我们成为美国1州，我们还是我们啦。我们的州宪法，我们的一切都一样。我们的什么？你台积电的股东，你嘛是继续股东啊，你不会说台积电先卖给美国了，我的股东不见了，没有你是什么还是什么我们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我们的护照变成美国护照，我们对全世界什么外销不用再什么，不用再税金啦，我们的船厂起死回生啦，我们台湾的股票会涨到天上去啊！告诉你，所以台湾人要发财啊！台湾人如果这辈子你没有发财，这一次有机会哈！我跟各位讲的话，台湾人你可能是个比较底层的这些人哈，你去看底层的这些人，你这辈子可能很难赚到1000万吧。可是如果入美，我们要求美国给人一人10万美金的话，你们家如果有5个人的话，就1500多万台币如果你讲100万，我就不敢想啊，一个3000万。
5个人多1亿5千多万，我不知啦，我不知我们敢不敢做这个梦哦？但是我的小梦先做了，直接找完美金，这个梦可以做了，这个梦真的可以做了，因为并不贵嘛，我要等于溢价换了台积电而已，而且换了之后不是说台积电就卖给他们了，台积电还是我们在经营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我们什么变成美国的一州，然后我们什么为了拿美国护照，我们走全世界，跟全世界做生意，跟全世界玩都是嘛没有阻碍这种事情是双赢他们这些200州怎么卖台，我觉得好笑。我卖什么？我把我卖给他，人家都不要，何况要卖什么台？卖了之后有什么改变吗？你是台积电股东，你有少了你股份有少一份吗？对吧？你自己的房子，你这个地有变成美国人的吗？还是你的我到5间厝啦，我被美国买走之后，我的房子变美国人的吗？没有，还是你的这个不是买卖呢。这款时候嘛，给你一个红包，你个乖啦，来啦，加入我们，我给你红包，是这个意思也不是买不是买弄清楚好不好？让台湾人都去搞清楚，格陵兰他可以不一定要用钱，但台湾一定要用钱，因为台湾人太爱钱了。台湾人其实不用说10万美金就算只给1万美金都像潮水一样往美国涌过去了，所以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你做这件事，你要有决心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付出一点，一个人1万美金才多少？2000多亿美元呢，台积电就值1兆7000多亿美元了呢，你才花2000多亿美元就把台湾什么带过去，其实这个算盘谁都会算，而且什么非常划算。而且没有输家，有一个输家就是中国，但中国输家，其他没有输家。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走不通？我说不可能走不通啊，不可能走不通，它绝对走得通了，看你怎么去做而已啦，对吧？对吧？我们是讲我们政党成立之后，大使讲说要带我去美国去做什么？去美国巡回演讲跟那个什么老侨胞那些支持台湾那些老侨胞，我们要去巡回演讲然后那这样子会什么？会用他的关系去跟共和党做接触嘛？我是英文不够好了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所以说没关系，我要给人花咱就行了人家找我们就去嘛。我们是要做事的，对，我们做一个党不是来玩的，你知道吗？不是来玩的。所以我们的能量会出来。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只要有机会把它讲出去给台湾人听了我问你谁会反对？我告诉你连接挺共者说，哎呀，我看我也不要反对算了，反正我也想去拿美国护照况且一个人300多万呢，哎呦，那共回给我可能没那么多嘞，对吧？共回也是很小气的，你看他收买那个什么军官。一人几千块，1、2万块台币呢？滚光的用，跟军人就被买那么多了，现在10万美金呢，谁不会被卖？他妈的！而且况且不是卖的，是不是？卖了什么改变？什么也没改变你的财产也没少一分你的股票没减一股去是不是大使挺30块短，谢谢赵总，可能多跟人们解释联邦的概念。可能担心台湾成为美租界或唐人特区，台湾入本联邦北洋陈炯明感动到哭。陈炯明不是北洋啦，陈炯明是广东军阀啦。北洋是谁？北洋是袁世凯啦，对吧？因为感动我考目屎流，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入美联邦，其实我们还是台湾国，只不过我们有一个联邦叫做什么？美国。我们台湾的宪法还是我们自己的宪法，我们还有州法律、州宪法嘛。而我们只负责什么？联邦政府是负责什么？国防跟外交所以国防跟外交交给总统，所以我们给联邦交一点税嘛。我们给联邦交的税绝对比我们现在自己搞国防还要便宜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台湾只要什么？
台湾交给联邦的税比我们国王付出还少很多哦，那我们台湾就有更多钱来做我们什么台湾人的福利嘛。也许我们台湾可以像加州一样福利这么好，但我们不要像加州这样零元购嘛，我们不会少到去做零元购嘛。可是我们有机会成为美国第一大州哦，有机会的，非常有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以我们现在 GDP 了哈，以台湾 GDP 在美国大概排第6名，而且每年在进步哦。当然了，因为加州每年的 GDP 大概有4兆多美元了，我们还没有了，我们1兆美元都还没到嘛，也就是什么？对啊，晶片州啊，晶片州是可以卡住你每个人的脖子啊，我跟你讲，那个这样搞下去，对美国的影响力比我们只是要一个安全啊。各位很多人讲说，哎呦，我们现在不需要去跟美国，我跟你讲，如果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消灭掉那我就不在乎了。我们加入美国只是为了保一个安全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台湾发展的非常好，发展100年真的要腾飞，但是100年腾飞要有人来画这个蓝图，做这个规划。各位，你觉得民进党有没有在做百年腾飞的规划？有没有？你们自己凭良心讲嘛，不是我说他们嘛，他们有吗？他们连这个口号都不会喊了，好不好？我问你，他们这个口号他们喊得出来吗？你不是不会喊，他不知道怎么喊了，他也不知道会不会腾飞啊。全台湾我第一个喊台湾100年腾飞了，我回来的时候就谈了，戏你讲我在跨街啊那个时候我已经讲的时候，已经根本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觉得一些恭喜啊。你看现在我讲100年腾飞，是不是每个人觉得哎呦有那个味道了有那个味道了，对不对？这款物件证明我的直觉强到什么？我说我双鱼座我是个最典型最他妈典型的双鱼座。我跟你讲，我那个脑子里面那个第六感之强的，尤其这种国家大事这种我责无旁碍，你知道吗？我心无旁碍，因为这个东西我全心在想，我不会有其他的干扰，所以我对国家这方面的规划的态度的想法，我的灵感是最强的，比我个人的事情还要强。所以说可能我真的有这方面天赋了所以不要再讲台湾卖台说什么我们要卖台，你笑死了，卖什么台？我们进入美国联邦，好不好？我们还是自己的什么？我们生活习俗，我们的什么人文风景一点都不会变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变成零元购？我想让你神经病了。美国也只有加州有零元购，德州你去零元购看看。我们台湾为什么要去搞个零元购？我们台湾有那么傻吗？这都不存在的东西你屁事干你屁事啊！70块等谢谢。那种对于追讨妇联会党产看法，感觉转型正义，民进党只是喊，当然要做啊。民进党没那个能耐啦，你们现在还没有看懂民进党吗？我跟你讲啦，我是真的大罢免之后，我才彻头彻尾的看懂民进党。然后投票前那个赖清德讲那个1万块的事情，我才彻底的看懂赖清德了。但是我已经不再说什么了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好吧？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今天各自努力，这句讲得太好了，各自努力了，不再讲他们了。还不完的话，今天会又退了好几千人其实我们本来就准备好了啦，准备办法退了但是没有退是更好了，好不好？70块等了，谢谢。蓝白支持者因为绿亲美左派讨厌绿支持者因为蓝白亲共讨厌蓝，台湾人就是想要一个安全的未来。我问你啦，喜欢我又怎样？各位，绿喜欢我又怎样？这4年来，他们也很喜欢我呀。我得到什么？各位，因为你们绿喜欢我，我也是什么都没得到。
所以你们讨厌我，我也没有那么在乎，就是安尼。你也讲哦啊，廖金章呢？哦，你当时做的力那么多，然后政府给你很多什么，很多什么标案哦，然后你看做这钱啊。那可能我现在变成你来骂我，我可能会很伤心。哎呦，我都没有机会赚钱哦。问题是你也没有啊，所以你对我好，你喜欢我，我也没有感觉啊。你现在不喜欢我，我也没有感觉啊。所以我们就走自己的路就好了嘛，就这么简单了。民进党也不会让你参与他们的事情了啦。我已经说过了哈，我回来那个时候一腔热血，我那个助理说要帮我跟民进党讲啊，要去帮民进党啊，不然要插小你啊，惊得死哦！我跟你讲，怎么跑出一个青长来？哎呦，哦，我们现在执政者呢，我们现在执政党呢，我们现在既得利益者，我凭什么分你？你去中国等啊，你怎么来分？他不是觉得说我们本土派要来为这个国家贡献，他觉得我要来分权利，对吧？或者所以我就那我就塞尤娜娜各走各的路哈，不要太天真，各位，我已经讲了哈，既然啦我们组党了，我们组了党之后，就表示什么？我们已经一脚踏入政治圈了，就没有理由再那么天真。还有天真是没有效的。明奇是30块，等谢谢。我们之前做一个政论的话，那你可以天真一点。你既然阻挡了，你就不能太天真了，把天真那颗想法拿掉，因为你面临的这样是枪林弹雨啊。今晚都要不阻挡了，就开始已经4-5个人出来攻击我们了嘛。那我只要阻挡了，然后只要大规模去宣传，那个炮火更多哈。Sky 澳币2.99，中国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没收入，现在全国搞起器官买卖，一堆10几岁孩子不见了，完全没人性，怎么会有人想统一丢啊？我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吗？有一个影片吗？一大堆母亲啊，一大堆父母拿了小孩的照片在到处寻子，他们叫恶意寻子啊。还是恶意寻子啊！中国政府是看到什么程度啊？那北部的囡仔没去啦哈，一看就知道是被人家的嘛拐走。现在拐走没有人会什么，基本上不会。以前是小孩被人卖走是嘛？很多人没有生孩子要什么？要带去养。现在应该给他外生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失踪已经不是被拐卖了，而是什么？被强摘器官。他们说。今年预计会有500万人哦，500万人囡仔判给，去年350万哦。我以前还讲说一年有100多万了，那是很多年前的数据耶。一年100万年轻人失踪，那是几年前的数据耶。现在去年已经多到350万。他们有一个网叫寻亲网嘛，一个就说你们家的小孩不见了，就到那网上去找嘛。那个网已经被共产党关掉了。共产党连这个都怕，你知道吗？强摘器官是谁？江泽民时代开始的，当时是针对法轮功的人抓来强摘器官，后面觉得哎呦那叫好谈，后面经济不好，公务员养不起，那就让你们自己。所以我说以前中国的军方是可以做生意的，因为以前国家养不起军方，让军方自己去自筹裁员嘛。我不是讲话下川岛。全世界最色情、最泛滥的一个岛，珠海外海的一个岛叫下川岛，军方经营的。我这样讲是不是觉得，哎呦，那他们的公安跟医院合起来强摘器官来卖，不是刚好而已吗？所以我讲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道理咯。以前军方要自筹裁员，军方都可以去开查某间哦。现在为什么公安不能跟医院？共同去把强摘器官那个比什么都好赚了嘛。反正现在公安跟医院都没有油水了，很多医院倒掉了。我跟你讲，现在中国很多公立医院倒了很多哦。医院怎么会倒？所以你就知道说，可能真的死了多少人。尤其是东莞、深圳、广州，为什么？因为以前外来人口多嘛，现在外来工人回去不见了嘛，工人不见了，那我问你谁去看一病？没有了。所以广东的
东莞的医院我最熟啊，我已经跟你讲，东莞的医院我太熟了，我熟到不能再熟了，好不好？也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讲，现在东莞医院倒了非常多，医生没钱，公安、警察了哈，警察也没钱了，因为他们现在没地方贪污了嘛，干脆我们就来两个合起来哈，强摘器官嘛。一个人头咱500万，抓一个人可以卖500万人民币哦，不是台币哦，抓一个人卖500万台币。如果他所有器官都被摘完的话，但那个要配合的很好。所以为什么你到中国去，他妈的，我今天给钱，明天就可以换器官？他有很多器官库嘛，他妈的就是这样。而且现在不是说干细胞最厉害啊，现在很多女人被养起来干什么？你知道吗？被那些歹徒养起来。帮他生孩子，那个孩子一出生就被什么？就被强摘，然后被抽取干细胞。所以李连杰、洪金宝他们那些人本来都被洗哇，被死，现在都可以开始了。那表示什么？干细胞现在干细胞有很多来源，但是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最可恶的是什么？他用自己的精子来跟那个女生的卵子结合，然后那个婴儿因为是我的精子，所以是我的儿子，所以跟我是没有排斥的问题。这种搞法，就像之前不是讲过吗？那个罗丽岛的问题吗？其实都在干这些啊，各位。我们可能没感觉，我们穷人没感觉。如果你今天有好几百亿了，你可以用所有的财产来换你多活2年啦。但是他们可能寿命也不一定有我们长，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所以这个世界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了，我认为这是个地球要毁灭了，你知道吗？我那天不是讲吗？我那在群组讲，我不在讲，我在节目公开讲我这一辈子哪怕要死掉了，我都不会去换别人的器官。我对天诅咒，我对什么？对菩萨发誓，我要死了，就算我要死了，我都不会去换别人的器官，除非是用自己的器官去什么去复制出来的，用自己的器官去什么一个器官，然后一个细胞呢去培养出来那种叫以前的复制羊嘛，以前不要复制人啦，自己要复制一个器官，那个我可以接受，其他的我宁愿是死。我绝对不会因为自己要苟延残喘去伤害一个人，我没有办法活，那样子的话我的内心的谴责我没办法活。我们不是那种杀了别人为了自己活下去的人，我们绝对不是那种个性。所以这个地球我们已经很快在面临这个东西了，各位，我们很快就在面临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你的道德、你的信仰还占多少分量？如果你很有钱，有人跟你讲说，来，我带你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你现在得了癌症你的癌症可能这样3个月，我有办法让你再多活10年，你给我1亿就好。有几个人会反对？那他就去找去配到一个跟你什么，跟你基因很相配那个人，就把他抓起来，半夜就把他宰了，我们要把器官全部给你。然后你就因为那个是真正配过型的配过基因的，就像我们呢换那个什么白血病嘛，换那个什么造血干细胞嘛，那种如果配对到的话，那个没有排斥的话，成功机会就很大了。那你都有钱啊，我让中国给你找啊，中国基因库我给你找啊，台湾有基因库啊，慈济也有基因库，你知道吗？是不是？那我问你，如果遇到这个事，你会不会拒绝？不要，我钱很多，但是我不要，我宁愿去死。有几个做得到？我希望你们说做得到，希望你们真的做得到，因为这个已经开始什么？开始会让你本来也许你修行了几代了，我说人已经修行了几代今天才走到什么？走到人生难得今已得结果你为了最后1分钟想要多活2年，去伤害了别人。你马上坠入畜生道，我跟你讲，马上甚至什么化为灰烬，变成细胞，变成单细胞生物，你的灵魂被
被什么打入不止地狱哦，被彻底毁灭，然后变成单细胞生物，那个就没有机会再修行修到人哦。人的灵魂这么强大，然后呢，因为做错事被毁灭嘛，你就没有机会再修行回人。当你修行成一条狗的时候，你都有机会再修行成人了。可是当你被化成一个单细胞生物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所以那叫灰飞烟灭。人会死，鬼也会死，知道吗？鬼会死就是鬼在死的就是什么？我知道我忘了什么名字啊，反正他有一个说法嘛，是不是？有时候人不是修这一辈子，真的是修来世的哈，修来世的好不好？阿林艾琳什么念我不会了，70块短，谢谢。台北党会从第三大党起跳，对，第三大党什么了不起，是吧？把民众党打掉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而且我们第三大党起跳，而且我们真的有机会把国民党打掉，因为国民党最近实在荒腔走板到什么？他以前是因为有那些族群的问题嘛，他有那些老兵啊，那么外省的那些支那人的态度，但是支那人到三代四代之后，已经开始融入台湾了嘛，所以他们只能靠越极端的立场去舔共，他们还有一点活路，拿共产党的钱。可是这个事情，因为我说他们没有理想，国民党人，你可以去问国民党的那些人，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啊？你们这个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嘛？就算给你们执政，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没有理想啊，没有宗旨啊，没有目标啊，就这块政党不可能长久啦，不可能啦。啊，现在你看了哈，所以说民众党也更那黄国昌个十天不到10天哈，今天几号了？今天1、2、3了呢。黄国昌存补归刚呢，然后我就问你啊，然后柯文哲真的还能带动起那个党吗？要不然后面给谁带？再给黄珊珊可能都会关进去，好不好？鬼洞能关得了，所以民进党毁灭掉是必然的，时间的问题而已。国民党也是的，我甚至认为我刚刚讲过，甚至认为你民进党都已经失去理想了，好不好？民进党对啊，我请告你们的，还是我今天刚一开始那句话啊，请问你们的理论大师是哪一位？拿出来，各位，请你出来聊一聊呢。你们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呢？继续是吧？继续国民党，继续穿这个什么中华民国这种虚假的外衣吗？明明知道中华民国是什么流亡政府啊，他是托管的流亡政府而已啊，明明知道啊，你们居然把台独拿掉。你们把台独拿掉，台独党都拿掉，那你们要把台湾在那里继续穿这个外衣，做一个不伦不类的国家，然后呢，用国民党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名字，然后全世界没有人跟你邦交，全世界只有10个邦交国，然后说，哎呦，美国现在要跟我们建交，为什么不说跟我们复交？如果你民进党都没有想好，我是要跟美国建交还是复交？我如果没有把中华民国拿掉，我怎么跟人家建交？美国是不是跟你讲要建交？美国已经放弃中华民国，人家不是儿戏的国家，人家是讲法治的国家。美国不会再跟你中华民国建交，更不可能跟中华民国复交了。可是你台湾，你民进党，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今天就不骂你，也不说你啊，我今天就很客气的跟你讲，所有民进党员，你对我有意见的人，你今天听我把这个话讲清楚。明明知道美国要跟你建交，你到底要拿什么跟人家建交？你怎么处理中华民国？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你要什么？你这一身臭衣服，中华民国这种破烂的衣服，你到底要穿到什么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你讲，民进党基本上想可怜那种样，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对吧？我还跟你讲啊，我都不跟你吵架啊，我基本尽量不吵架了。来啊！民进党，你哪一个论述的人出来讲啊？你们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啊？为了你们继续用中华民国吗？那美国怎么跟你建交？美国说不行，我已经彻底否定
彻底放弃中华民国了，你一定要用台湾共和国来跟我建交，那你敢吗？好，那你要赶就赶快啊，要拖什么呢？你们不是看得很清楚，你们是不是看不懂川普要做什么？哈，为什么我都看懂，你没有看懂？哈，民进党你们就搞，你们执政党哇，人才济济，为什么你看不懂美国的态度呢？美国已经把底牌摊给你看了，你还装不懂？哈，2-3年前就开始讲2758，台湾不属于中国，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在节目就讲过了？美国在讲这个有它的道理，民进党要开始去规划什么，规划怎么应对，结果你没有啊，你们今天有能规划吗？就是你们没有规划，我们才急到我们自己的创立一个党，对不对？说你不是中国的，说你什么日本不是日本的，说你不能台独，我不让你台独，然后告诉你你地位未定论，那你就是我的啊！见简单的道理，你们其实他们民进党不是不懂啊，民进党是讲的低头啊，吃到甜汤了，你知道吗？他妈你神经病啊！还有塔上那些功能消的呀！我现在执政党我既得利益者呢，我跟你们这些人讲什么，是吧？我继续这样，我有关注啊！我跟你懂了，讲那么多干什么？对吧？那表示什么？为自己而已嘛，他没有为这个国家规划一个远景啊！失去理想的政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光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哪怕我们台美党以后失去理想也一样。可是不好意思，我们还有理想，所以现在全台湾的政党只有我们，剩下我们有理想的各位，纯我有理想呢，你拿什么跟我比，对吧？差的是什么？台湾人民的觉醒。我今麦跟他差几行啦，我没差半行，我差台湾人民的觉醒。如果台湾人民觉醒那一天，他就知道，我开始宣传蓝绿是吧？统独都是假议题，统独都是在骗你的，都是在骗选票的。只有什么陆美才是台湾最正确的路嘛？因为回到美国，台湾是美国的什么军事占领地嘛，所以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哦，没有一个能够反驳。为什么美国人到台湾都不用签证嘛？就奇怪哦。311美国人到台湾都不用台湾的海关，用他们自己 AIT 自己去签证啊。我讲了这么多，到底为什么？妈的，台湾每个总统都要去美国面试，你是在公司啊？全世界有第二个国家这样吗？台湾现在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候选人要去美国面试的？那你台湾不是美国的是谁的？我们就讲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讲啦，蓝绿白红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每个人都躲起来的。哎呦，不要看哦，那个塔山的节目不能放到我们的频道，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要什么他开始打压我呢，我快笑死了。哎呦，如果你们都来打压我，我也觉得挺光荣的，因为表示我们做对了什么事情嘛。好，松快，我其实是蛮高兴的。Olympic 30块短，谢谢。民进党不再听你讲，是因为他们害怕你讲的是对的，他们不是害怕，他们知道我讲的是对的。我继续穿着中华民国的外衣，我才是执政党啊！我把中华民国的外衣脱掉，难道我还再跟你们选一次啊？我起码是既得利益者呢，所以他们不敢了，他们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就逼你面对啊，对不对啊？我打刚攻击啊，我看你们怎么办啊？而且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只要你讲的是对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吸引很多人。各位，我们那个什么，我看了哈，我们那个100多个那个什么那个创党人哦，其实都蛮年轻的。我以为都是老的，我跟你讲，老的很少，都是壮年，大概40几岁、40、50岁最多。不是我以前讲的，因为我说我们这个频道65%以上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是来参加我们台美党人都是年轻的，反正老的不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老的不多吗？我的观众都是老的，为什么老的来参加我台美党不多？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老了，现在还有老了有民进党情节，年纪大了有民进党情节。他们现在讲说，塔上我听你叫我听遮久啊，有人跟我讲，我听你叫我听遮久啊，你也想变呢？我啊变啥？我要创党啊！这个是台湾唯一的路啊！我的统独都是假议题，我们要走出去，要真议题，真的路啊！我不跟你们这边演戏啦。但他觉得你俩是安怎干？这样好像害到民进党。如果害到民进党可以救台湾，那我害民进党，我一点都不难过啊！很奇怪吗？所以你要知道哦，我们台美党中壮年比较多哦，青壮年比较多哦，老年人是不多的哦。有啦，当然不多，只是说以我的频道的比例，年纪大的人的比例来多的话，其实老人不多，就是这样哦。老人真的对民进党还有情结，这个我跟你讲，我也不怪你们了哈，各位，你们就来看我怎么做。等到有一天你相信，哎呦，相信塔山金在讲了，一讲了金在丢，人家真的是为了台湾，那个时候你们再进来都没关系。我来冲头行，我冲到前面去，我不怕，好不好？你们继续什么？继续观望，我继续冲，好不好？不要紧的，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对吧？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很多蓝营的过来，很多蓝营过来，他们也是这样想啊，因为他们是含泪投票给国民党，所以我埋伏2个骑兵哦，我埋了一个护国党哦，我说你们这些什么，只要你还反共的蓝军，如果你不愿意你投不下去国民党，请你第一投给我们台美党。哎呀，台美党你们歹毒诶，不要紧，啊不你逮下护国党，我埋伏2个骑兵哦，把你国民党他妈彻底的妈给撕裂，我跟你讲，国民党无死无倒哦，你要这4样做你唔甘愿的啦。既然我讲到最后，很多人跟我最后跟我说什么，我讲孙中山是什么？是恋童癖，他们很不满意啊。你改去找资料好不好？他的日本的老婆叫大月薰。大月薰10岁的时候，他就把人家搞定了。虽然大月薰15岁，他来娶她没有错了，他有娶她啊。干你娘一个30几岁人啊，30、40岁人去娶一个啥？啊不，你怎么40几岁啊？去娶一个15岁哦。大月薰日本人是15岁哦，而且他是在大约10岁的时候就把人家搞定了哦。我说这个是他们不敢爆出来的东西哦。国民党甚至不敢让人家知道他什么孙中山有娶日本老婆。安尼我问你啦，安尼是不是恋童癖？很多人讲说，很多人他给我呛瞎了，他说你这个没有考证的东西你就讲，我本来很爱听你的节目啦，你说什么孙中山是恋童癖啦？你这个没有考证哦，我就不相信你，我就不听你的，我没听啊，我哪里错嘛？你们自己去挖资料，不要我来挖。我挖你又不信，对不对？我的资料你又不信。孙中山认识宋霭龄的时候，宋霭龄才几岁，你知道吗？才1岁。宋霭龄才1岁，孙中山就看到他就下了一个决心，等这个女生长大，一定被他抓。所以到了这个宋霭龄22岁的时候，孙中山已经49岁了，他娶这个，所以说这样他中那个。宋美龄因老爸什么名？宋生远哈，我呢从南方从上海千里迢迢要来打那个孙中山嘛，你骗了我女儿，我支持你革命，你他妈把我的小女儿这么小干没归回呢？49干归差27岁了。那我就问你啊，我就问你啊，安尼不是恋童癖无是啥？怎么会有人对10岁女生有兴趣？这个我到今天不能理解，你知道吗？我2个老婆了，我娶过2个老婆，都是小我2岁了。我大老婆跟我同年属老虎了，我第2个老婆小我2岁了。我后面跟我谈恋爱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复旦那个也是小我2岁了。
你要叫我去找个小我10几20岁，我还真的做不下去了，真的。所以说我说他恋童癖有错吗？哈哈哈，如果你的认知被我伤害到，没有关系，我很抱歉，不是我要伤害你，是你的偶像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个超级大烂货。然后呢，我们的总统现在还要跟超级大烂货鞠躬，所以你们走不出来。所以民进党你们走不出来，你们如果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把这些东西做改变的话，你们真的会陷在那边。你们继续陷在中华民国那个陷阱里，我们不跟你玩了，我们台美党要走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公平吗？以后我都不要骂你，因为以后可能我们是竞争对手，没有关系，就竞争对手。我一开始觉得我有什么资格跟你竞争嘛？我算什么？现在我发现你实在是太烂了，你实在是太软弱了，你软弱到连我都想跟你竞争，连我这种什么庶民的不能再庶民的，我们都想跟你竞争了，因为我觉得有什么不可？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也。因为你不过如此而已，哈。所以我常常讲了哈，其实总统你一定要有很高的声望，你有很高的声望会吓退一些什么野心者嘛。你如果没有很多高的声望，你吓不退野心者，反而是鼓励很多野心者，对吧？按你讲合理不？我们写给高了啊！我今天讲，民进党今天把我今天所讲的所有的东西，你们可以继续想一想。再这样下去，你们也会跟国民党一样泡沫化，没有任何理想，没有前瞻性，没有理想，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请问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好，乔哥报南京啊！谢谢各位。今天算是什么？休息3天，开刀3之后呢，是休息3天。今天还算精神，还算可以哈。我看气色也还 OK 啦。未来我有信心的哈，可以跟你干到天荒地老，可以把你共产党啊，甚至你们蓝营的蓝白，我可以跟你们干到天荒地老，好不好？谢谢各位，到此为止哈。